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刚刚大学毕业，一个人来到北京，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找房子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，第一件事不是找房子，他们直接住进了青旅，青年旅社，就是那种有上下床，要和陌生人住在一起的地方。而且有些人不是住几个星期，是住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为什么？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件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，在中国，租房子不是你交1个月房租就可以住进去的，通常你要一次交4个月的钱，房东叫这个押一付三，押就是押金，先放在房东那里的钱，付三就是一次付3个月的租金，押一付三，也就是说，你搬进去之前，先要拿出4个月的房租钱。这对一个刚刚开始工作，工资只有5、6千块钱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笔钱压力很大。你可以算一下，1个月租金2500块，押一付三就是1万块钱。对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几乎是2个月的工资，钱还没有赚到，先花出去了。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如果你签了合同，但是工作突然换了，或者公司搬了，你的押金可能就拿不回来。有的人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交完押金，第3个月，公司让他去做别的工作，他不想做，只能离职，只住了几天，4000多块钱就这样没了。所以很多年轻人想的是，我先不签合同，先住青旅，青旅不用押金，不用签合同，想走就可以走。这种想法有一个词叫留退路。退路就是说，如果事情不顺利，你还可以走的那条路。留退路就是不让自己没有选择，给自己留一点空间。住青旅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留退路的方式。好，说完了钱的问题，我们来说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，最难受的是什么？不是没有钱，不是工作累，很多人说最难受的是孤独。孤独就是身边没有人，心里空空的感觉。从外地来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名字叫北漂，漂就是飘来飘去，像水面上的叶子，没有根。北漂这个词里还有一个北字，意思就是北京。
如果你去上海，会说沪漂；去深圳呢，叫深漂。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漂逸族。这些年轻人下班回到家，房间里只有自己，吃饭一个人，生病一个人，过节也是一个人。时间长了，这种空的感觉会越来越重。青旅解决的不只是钱的问题，还有这个问题。在青旅，你回来的时候永远有人叫你一起吃饭，有人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。你不需要主动去找朋友，朋友就在你的身旁。有一个在北京住过青旅的年轻人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说得特别好。他说，不论什么时候回青旅，都有一群人等着我。想吃什么，在大厅里叫一声，大家就一起去了。这种感觉就是青旅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我想说一说。青旅的热闹和真正的家其实不太一样，对吧？今天你认识了一个人，聊得很开心，但是明天他可能就走了，去了另外一个城市。青旅里的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关系是流动的，流动就像水一样，不停地在动，不固定。所以有人说，住在青旅热闹是真的，但有时候也有另一种孤独，那就是周围全是人，但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你。而且还有一件事，10年前的青旅和现在的青旅其实已经不一样了。10年前，青旅是一个真正热闹的地方，大家晚上坐在大厅里聊天，弹吉他，玩游戏，随便问一声要不要一起去吃饭，呼啦一下，一群人就走了。那个时候的青旅真的像一个大家庭。但是现在呢，住青旅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回来之后，很多人就躺在床上看手机，不太说话。那种自然发生的热闹少了很多。有人说，现在的青旅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安静了。以前进门就有人跟你打招呼，现在呢，大家戴着耳机，各自看各自的手机，住在同一个房间，却好像住在不同的世界里。这个词叫隔阂，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墙，不容易走近。你来青旅是为了不孤独，但有的时候你还是孤独的，只是比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好一点。最后还有一件事，青旅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会永远都在。现在便宜的小酒店价格越来越低，很多人开始不选青旅了，还有人选择常住酒店，就是按月付钱住在酒店里，也不用付押金，不用签合同，但是可以一个人住，有自己的空间。所以青旅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，很多已经关门了，
年轻人的选择越来越多，但问题还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大城市里，怎么让自己不那么孤独，又不花太多的钱？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什么是家？是一个固定的地址？是一个签了合同的房间？还是那种有人等你回去，有人陪你吃饭的感觉？对很多飘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一种他们还在找的东西。青旅只是他们在路上暂时停下来的地方。从常驻青旅，我们看到这一代年轻人和城市的关系。他们来了，努力工作，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个过客。过客就是路过的人，不是真正属于这里的人。这种感觉，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觉得呢？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为每一集准备了互动文字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次这些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就在 description 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